那其实可以看到面前大家有准备各种各样的菜色，这个菜呢不是我们准备的，而是关注着你们的粉丝朋友们为你们准备的。他们看一下啊，这个题板上写了他们为你们准备了什么样的菜，比如说素菜类，他们有这个土豆、藕片，还有荤菜类的猪脑花、虾滑、毛肚，还喜欢吃吗？我喜欢吃麻辣牛肉，然后贡菜、脑花。喜欢吃麻辣牛肉，都是虾滑。还有什么？还有茼蒿。什么？评委呢？评委和一彤，你们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毛肚跟虾滑。火锅在咱们中华的饮食文化当中是最适合体现餐桌上的人情味儿的，因为大家都会聚在一起来吃火锅，热气腾腾，然后聊天吃饭，非常非常的温暖。所以说今天呢，我们云开火这个主题也邀请4位，在我倒数3秒之后，我们一起来开火，好不好？一起来点开这个我们火锅炉灶的火。倒数3秒哦，邀请各位一起来云开火，也希望我们的月上重火能够播得红红火火。来，3、2、1，请点。开火，开火了吗？开了。好。那我们的4位已经帮助我们完成了云开火的这一项工序，也希望我们的月上重火能够像火锅一样热气腾腾、红红火火。那接下来的时间，你们还要回答我几个关于火锅的问题哈。第一题，你们觉得火锅里哪一道菜可以代表自己演的角色？麻辣牛肉吧，因为麻辣牛肉特别好吃，我特别喜欢。然后上官透，我觉得应该也是一个蛮招人喜欢的人。我觉得是朝天椒吧，小米辣之类的，因为我觉得程雪芝是一个挺火辣的人，然后也是我必放的东西。哦，这个答案，所以这个不是说火锅里放朝天椒，这个是蘸料里面是吧？蘸料里面。哦 ，OK， 好。爆汁牛丸吧。为啥嘞？就是穆远，其实外表是一个蛮坚强、蛮冷酷的一个人，然后但是他内心其实很细，很柔软，对，就跟这个爆汁牛丸有一点点像，来，一彤。但我其实想要的是个麻辣烫里会出现的一个菜品，但是因为我觉得实在是很贴合林凤子，就是那种紫薯做的那种糯米球，因为它紫紫的、甜甜的。下一题哈。都说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就2顿。希望几位分享一下和另外3位的角色纠葛的前提下，你们需要吃多少顿火锅才能解决？我的回答就是跟所有角色都是赞同这位粉丝，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，没一顿解决不了的就吃2顿，反正总之肯定是会解决的。你是不是纯粹是爱吃火锅，想吃火锅了？对，是的，我现在都流口水了。我觉得我跟透哥哥可能会吃很多的火锅，因为他是那种就是什么都不说出来的人，所以需要用火锅来贿赂一下他，让他把心里面话说出来。来，好，打开心扉。那我就再少说一点，我们就多吃一点，好吧？是有多想吃火锅啊，罗雨欣？来，评委。天天吃都不会腻啊，他想吃多少顿就吃多少顿。哎呀，甜的。OK， 就是我们穆远的答案哈。跟上官透的话，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矛盾不矛盾，不吃都可以解决。可以不吃，让崇雪芝多请他吃一吃。然后跟崇雪芝的话，应该也是想要多吃几顿。跟穆远的话，就今天这1顿吧，好吧？吃一顿先认识，这1顿就可以了。好，所以其实不管是喜欢的人，还是说心里有一些纠葛的人，大家都可以通过吃火锅来解决它，来增进你们的感情。跟喜欢的人吃多少都不腻，然后有一些心结的人，我们通过吃火锅，大家坐在一起把事情都解决掉。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从火锅当中来分享到一些很棒的能量了。那最后一题，这一位粉丝朋友们想知道的是，请问一下，投票选出几位当中谁是公认的不爱上网冲浪？我觉得最爱上网的那肯定是我啦，那最不爱上网的是不是你？是你吗？一起来点头。那应该是玉琪。为啥呢？为什么？我对于游戏或者上网那种真的智商不在线。OK。最爱上网的，我也觉得应该是云溪，因为我知道他游戏玩的特别好。
不爱上网啊，我也觉得我自己最不爱上网。那你平时休息的时候不上网的话，比如说你会用什么来消遣一下自己的时间？运动吧。运动。打球，对。我觉得最爱上网的应该是云溪，但我也很爱上网，我也是经常冲浪的人，所以不爱上网，我觉得应该是，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他像个老干部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他。OK， 我们2位被选出来不爱上网的2位要接受我们的惩罚，我们请工作人员。用我卡纸上的3个词来造句，分别是房子塌了、淡黄的长裙和 GKD。GKD 也是我们一个这个网上冲浪的用语啊，是一个缩写。好，那我来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 ，GKD。搞快点！大家现在网络上一些用语，搞快点，好不好？以后你们想要，比如说催促谁出来吃饭最晚到，你可以再给他发 GKD， 搞快点。那现在你们的惩罚就是要用3个词语连在一起来完成一个完整的造句，而且这个造句要是合理的，好不好？来吧。这怎么能合理？GKD 房子塌了，不要穿淡黄色的长裙，穿裤子跑。再跑近一点，很有安全意识啊！跑步的时候，房子塌了，不要穿裙子跑，我们穿裤子跑，跑得快些。OK。房子塌了，你搞快点，不要再找那淡黄的长裙了，有蓬松的头发就可以了。OK， 这是一个男生视角的答案了啊！你搞快点，不要再找淡黄色的长裙了。罗云旭同学，你嘴巴张的也是太大了一点，你刚刚全程是一个 O 字形，看来很感兴趣哦。你要不要来尝试一下？好，这火锅怎么还不能吃啊？能不能搞快点啊？房子都塌了，你这个什么？找淡黄色的长裙。对啊，你怎么还找淡黄色的长裙？吃火锅了，搞快点。果然是跟火锅有关的啊！火锅，你在火锅店里面找淡黄色的长裙啊，也太吓人了吧！就别找了呀，来不及了，吃火锅了。OK， 找不到的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这里有一块题板，上面写满了问号。是什么含义呢？我为大家来解释一下。因为4位刚刚都说了特别的爱吃火锅，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？比如说你们吃火锅有没有什么隐秘的小妙招，必须要下的菜品，或者是火锅蘸料怎么蘸才好吃？可以分享给屏幕前同样喜欢吃火锅、想吃火锅的小伙伴们，好不好？那我太有心得了。其实我来说，我怎么吃火锅的吧？首先这个碗哈，我用的蘸酱的话，其实是最普通的那种四川人应该都会用的蘸酱。首先这个碗，我喜欢放特别多的蚝油，特别多的蚝油。对，比如说这么一盒蚝油，我可能都会放下去。然后其次是蒜泥完了之后是香油，然后完了是白芝麻，完了是葱，完了是鸡精，然后和花生碎。这个就是我的蘸酱，因为我特别爱吃辣，所以我一般是会先第一次蘸这个，没有，我第一次会先蘸这个料，蘸完之后，然后我要一个干碟子，很多人叫的干碟子，然后里边就是什么味精啊、鸡精啊，然后花椒和那个海椒面，然后这做成一个干碟子，然后先在这个里边蘸一次，然后再在那个干碟子里边蘸一次，就会特别辣，但是会特别香。感受到了云溪对火锅的热爱啊！全场最认真的环节就是这个环节了，好不好？分享蘸料的环节。太香了，我也给大家调我自己的料吧，就是，然后我会倒香油，因为我们都爱吃香油，麻酱那种感觉会胖人，然后就是先香油，然后蒜肯定会有，然后吃火锅了还在意这个干嘛？然后醋、蚝油。蚝油，对，蚝油也是炸的，反正倒出来就这样吧，倒最多。然后醋也搞一点。哎，我加了些啥？你加了香油、蚝油。加醋我特别爱吃醋，如果你觉得太辣的话，可以多倒一点醋。OK。然后我还是个喜欢吃醋的人。然后还有什么？就没有什么了，可能我会加一点点的腐乳酱，然后再加一点辣椒吧。就是我会比较喜欢吃辣椒，所以我会在我的碟子里面。你加哪种辣椒啊？就是小米椒嘛，小米椒最。OK， 所以说其实玉琪的蘸料跟云溪，我现在看来最大的分别就是会加醋和腐乳。
然后会稍微加一点辣椒，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哈。但我相信2种应该都非常好吃，大家可以去火锅店里的时候尝试一下2种不同的蘸料。不管你们怎么讲，我们俩都流口水了。对，我好想吃啊！我看到他们俩调着料，我们俩都不好意思吃火锅了都。那这样好了，你们俩可以我们俩分享一下你们的太不专业了。一定要下的菜品嘛。他们两个刚刚分享了他们的底料、蘸料，你们可以分享一下有什么特别的菜品一定要吃。没有一定要吃的，但是有比较爱吃的就是土豆啊、玉米这些，对。土豆、玉米，这算是你的相对的必吃菜色了。相对是对。OK。我有一个就是吃火锅，我觉得算是猪猪女孩最后的救赎，就是自己带这种魔芋的粉丝酸辣粉，魔芋的你知道吧，代替主食可以不长胖的这一种。这是最后的倔强。吃火锅的时候怕胖，大家可以把这个魔芋的酸辣粉带去煮一煮下一下，算是心理安慰一下了，好吧？但回去之后大家该运动还是要运动起来啊。好，那其实分享了这么多，聊了这么多，包括戏里戏外的故事，我们不知不觉，我们今天的见面会、发布会到这里也就到了尾声了。刚刚聊了这么多，我相信大家对我们的《月上重火》已经非常的感兴趣了。锁定爱奇艺，稍后我们就来追剧。那最后要请4位用你们的方言来向大家安利一下《月上重火》这部作品吧。看嘛，《月上重火》好看。你看起来，你看《月上重火》的时候，顺便吃点火锅，就红红火火的，之巴适。这什么意思？那个玉琪能帮我们翻译一下吗？他刚刚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看嘛，你来看《月上重火》，然后在看的同时也可以吃一点火锅，然后你也会红红火火，然后之巴适，就非常的好。玉琪呢？你的方言案例？我们俩不一样的嘛。大家可以边吃火锅边看《月上重火》，《月上重火》是一部特别好看的剧，然后也希望大家来看这部剧。我觉得我们的剧就像火一样，都充满了热情。安逸的很，安逸的很，巴适的很。安逸，所以安逸和巴适，呗。能跟大家解释一下吗？比如说安逸和巴适这2个词的作用是什么？怎么，比如说这个方言词语的意思是什么？一般巴适会形容就是，就吃东西。安逸的话，一般会形容这种生活状态。OK， 安逸和巴适都是比较夸赞的词，是不是？巴适会夸张一点。OK， 巴适会夸张一点。巴适会夸张一点，我们学起来了啊！四川的方言，今天来简单跟大家教学一下巴适和安逸这2个词，大家也可以用起来，可以给我们弹幕留言，狂夸我们的《月上重火》。所以夸《月上重火》可以用巴适吗？这就完全可以啊，可以了。好，那大家就到时候去方言留言一下，夸夸《月上重火》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从这个我们的节目里来的了。你的方言好像跟火锅不太搭，我觉得他们俩说的那个就特好听。那你们可以安利一下《月上重火》嘛，用你们的方言，可以不聊火锅。对，就是我们的方言跟这个好像不太搭，我觉得他们俩说的那个跟火锅这个特别搭，跟我们的云开火主题对，跟这个火啊就特别搭。对。那对，比如说天津话和山东话要夸人怎么夸呢？或是夸作品怎么夸？我们给大家一个夸赞的词，到时候大家可以去弹幕里来夸夸我们的《月上重火》。夸赞啊，就也一样的，跟普通话是一样的，好看。好看，倍儿耐人，倍儿好看。啊，对，倍儿好看，形容词不太一样而已。对，倍儿耐人，倍儿好看。所以我们《月上重火》是一部非常巴适、非常安逸、倍儿好看的作品，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起来了。那我们4位也特别感谢做客到我们的爱奇艺云现场，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戏里戏外的故事。如果大家还感兴趣的话，请继续锁定爱奇艺来关注我们的《月上重火》。也要再次感谢4位，谢谢。谢谢。去我们的《月上重火》里 get 他们的所有的好的点，我们的巴适的点吧。好，谢谢辛苦啦，辛苦啦主持人，辛苦啦评委一头，你们辛苦。E eu aqui pensando o quanto em si deve ter comido desse hot pot logo depois que a live acabou. Obrigada por acompanhar essa relíquia até o final. Comenta hot pot para eu saber quem assistiu tudinho até aqui. Beijinhos e até o próximo vídeo.